好嘞，瑞士及欧洲其他地区的中国同胞们，大家好，我是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中国学联的前主席查怡如，也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及心理咨询瑞士专场直播的主持人。那么在国内疫情高峰期间呢，瑞士留学生及华人华侨支援武汉行动小组在瑞士华人同胞中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并采购了大量的医用防护物资，捐献给多个湖北疫情最严重的医院。鉴于现在疫情在瑞士乃至全欧洲愈发严重，本行动小组今日很荣幸地邀请到了2位奋斗在武汉抗疫第一线的临床专家，为大家做新冠病毒感染防护及心理2个方面的专场直播。那让我们首先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周琼教授进行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的分享。来，请周教授。主持人好，各位留学生们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吧，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这个2019冠状病毒病我们一般称其为COVID-19 的防控知识，相关的一些防控方面，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对不起，这个怎么锁住了？这是我想给大家看的第一张幻灯片。那么这张图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新英格兰杂志。那么新英格兰杂志它的针对冠状病毒呢，专门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栏来展示这方面最新的一些进展。那么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冠状病毒现有的患病的一个示意图吧，可以看到。那么我把下面的一幅图呢是局部的一些放大，那么可以看到在欧洲的局部区域现在有一些冠状病毒病的局部区域的一些爆发。那正是因为如此呢，也联系到广大的留学生他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讲座。首先我们来说冠状病毒病，它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但凡我们讲到传染病的话，它就必须有三大要素，一个是控制传染源，第二个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个是保护易感人群。那么控制传染源，传染源是什么呢？就是病人，就是患者，就是感染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人。那么这个是由医疗系统来负责。那么切断传播途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要是一个呼吸道传播，就是一个飞沫传播。那么后面还会提到它具体的传播途径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阻断。那第三个，保护易感人群。现在来讲，普遍来说人群相对是易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怎么样保护易感人群，我们应该从哪些细节去着手来保护我们自己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张幻灯片的右上方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提示。那么我也把这个提示，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一套幻灯片的核心做好自我防护。那么包括哪些细则呢？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外出。那么这样4个小小的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讲座中会不断的给大家提及。从以下5个方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一个是我们在公共区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护，第二个个人的防护知识，第三个居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第4个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是冠状病毒病那么有些人他表现的是肺炎。那么关于新冠肺炎呢，有哪些方面的知识我们需要一个初步的了解，因为我们都是非医学的人士了，当然这个基本内容我们还是要有所知道。第5个是就医过程中你应该注意哪些环节，哪些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公共区域的防护知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还没有停课大家都需要去上学那么上学和放学的途中你应该怎么去做呢？那么就根据你所在国家的规定那么根据你所在国家建议的怎么样去什么样的环境下建议你佩戴口罩或者说有其他的更细节的一些规定。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是要建议大家是正确的佩戴一次性的医用口罩。那么交通工具呢，尽可能的不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如果距离是可以步行的范围，那当然步行是比较好的，或者说你自行车等等这些的。如果是你不得不坐公共交通呢，那么就需要你全程佩戴口罩全程佩戴口罩。那回到家中的时候，首先第一是什么呢？那么我建议是大家在进门的
一般我们就是进门的那个地方一般都有柜子啊、鞋柜啊等等这些的，那么一定要在那里放一瓶手消啊，放一瓶手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每个人进门都可以洗手，对吧？因为你没有龙头在那边，所以手消这个时候是很方便的。那么你进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手消。那么鞋子呢，外面的鞋子尽可能就放在门外面，就不要放在房里面来了。如果你的鞋子不可以放在门外面怎么办呢？我们是建议在鞋底喷洒这个消毒液啊，因为主要是鞋底可能会沾染一些怕是污染的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衣服和随身的物品也是建议喷洒这个消毒剂。喷洒完了之后呢，放在这个通风处啊，把鞋子和外面的衣服和随身的物品处理完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再次手消，最好是洗手啊，彻底的用流水洗手进行一个洗手消毒。那么你的门把手啊、电灯的开关啊、手机啊，以及包括遥控啊，这都是你会反复去接触的这些物品的表面。那这些物品的表面要注意消毒啊，你可以用消毒的湿巾，也可以用75%的酒精来进行擦拭。那么从外面回来以后，建议是在做完了手消、做处理完物品之后呢，洗手的同时，最好是把面部也洗一下啊，面部洗一下。当然，如果是从比如说从医院回来呀，或者等等比较风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回来的话，那建议是去沐浴的啊，去清洁，会做更好的、更彻底的清洁。那么家里面呢，随时要保证通风啊，避免这种多人聚会的这种情况发生。当然，我们进教学楼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进教学楼，我相信看所在各个学校的规定嘛。那如果是已经开启了这个体温检测的话，你要很自觉的接受这个体温检测。如果体温正常 ，OK 没有问题啊。那么进入楼之后呢，也是要强调这个手消或者是洗手。如果体温在37.2度以上的话，那就也预示着你有发热，那你就不应该再到教学楼里面去了啊，因为教学楼大家都比较密集，如果一旦有感染的话，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办公区域的环境要清洁啊，要保证通风，那么也还是一样，多洗手。多洗手，那么有7步的洗手法，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那么外来人员呢，如果是有外来人员，特别是你不太知道他是从哪个区域来等等这些的话，最好是建议他佩戴口罩啊，最好建议他佩戴口罩，因为它是一个飞沫传播，所以口罩的佩戴是有一定的防护意义的。那我们上了学了，我们需要到食堂去吃饭啊，去就餐啊，食堂进餐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这个时候一是强调是分餐进食啊，当然在国外这个是可以保证的啊，没有问题。那么也是避免人员的聚集，最好是分时分段的去，大家不要一下子涌到食堂去啊，这样不太好。距离呢肯定是1米以上的距离。那有的同学会问，为什么非要是1米呢？这个1米是如何来产生的这样一个距离的定义呢？那就是因为所有的呼吸道的疾病它是以飞沫传播的，那么这个飞沫的距离，如果是你面对面的这种飞沫的距离，它就差不多就是1米啊，它可以有1米这样一个距离产生。所以1米以上的距离，我们认为是安全的啊，我们认为是安全的。最好是把食物打包了之后，回到你的房间去进餐就餐，不要说在这里聊天等等这些，因为你就餐的时候是不可能戴口罩的。那所以你在就餐的时候，如果还聊天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飞沫，对吧？这是一定要强调的。第二个是呢，那我如果要到超市去，要怎么地了？我要买一些生活用品，我应该怎么办呢？还是戴口罩啊，戴口罩。那么也是避免在人群高峰的时候去超市，去这些公共的场所。那么与人的距离呢，都是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并且呢，尽可能的缩短这个购的时间啊，想好买什么进去直接拿完就走，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怎么样呢？在学校里面肯定是还是鼓励大家去活动啊，去适当的这种运动，因为运动无论是对身心的健康等等这些的都是有好处的，保证呢身体状况是良好的，当然也避免过度的过量的运动啊，反而造成超过了身体的极限，或者说造成一些运动相关的损伤，这就得不偿失了。公共的区域，因为学校里面嘛，肯定有很多的公共的区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强调，那么学校应该对这个门厅楼道会议室电梯特别是电梯电梯的消毒，这段时间也被强调的很多都在强调，因为电梯它是相对密闭的这种环境，那么一定要电梯
2个小时或者怎么样，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那么楼梯、卫生间等等，这些都是频繁会被使用的公共部位的话，都是要进行消毒，并且尽量的使用这种喷雾消毒。那么每个区域使用的这个保洁的用具还是要分开，避免混用啊，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所的这种风险也是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的。那除了这些我们放学啊、上学啊、放学啊、就餐啊等等之外呢，传阅文件啊，我在学校里面可能我要去传一个什么，或者我要去复印等等这些的。那么尽量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建议无纸化办公啊，避免这个纸张的传递啊，因为纸张在手和手之间，这个纸张就有可能会携带。那么传递纸质文件前后呢，都需要洗手。那么传递文件的时候呢，佩戴口罩啊，这都是一些细节。那么电话呢，电话的消毒就是用消毒的这个酒精也可以。那么其他的你所在地区认为可以作为消毒的物品或者这些用品都可以拿来做啊，都可以拿来做。那么根据你这个电话使用频繁的这种程度来决定你是消毒几次。是消毒几次。中央空调呢，那你所在的物业啊，或者说你学校的相应的管理部门，他们会进行一个空调的这个消毒啊，空调的消毒，这个可能我们就是不是很专业了。那么还有就是要强调是，我们总在说你到公共区域你要戴口罩啊，你要怎么样啊？那废弃的口罩怎么样来处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废弃的口罩怎么样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得，你的手在不能保证你的手干净之前，是不可以接触你面部的任何地方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你在这个戴口罩，我们待会儿会讲啊。一般大家可能都很在意，就是我戴口罩的时候，我一定手是清洁的，这是很多人都能够保证的。但是在取口罩的时候，他就不太注意这个之前的手卫生了。事实上，因为你取口罩，你就会接触到你的面部。如果是挂耳式的，你会接触到你的耳朵，对吧？如果是绑带式的，你会接触到你的头皮，你会接触到你的头发。所以你在摘口罩之前是一定要做好手卫生的啊，一定要做好手卫生。那么废弃的口罩不能随意的丢弃啊，必须要集中的处理。那么后面还有细节，应该怎么样去摘啊？怎么样把这个口罩从这个脸上给摘下来，也是有讲究的啊，也是有讲究的。那放入到这个垃圾桶内啊，放入到垃圾桶内。那么这是说公共区域的一些防护的这个要注意环节啊，无非大家也觉得你在反复在讲啊，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多通风啊等等这些的，是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具体到你说勤洗手，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洗手，或者怎么样的洗手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手是洗干净呢？啊，所以这是下面就重点讲个人防护知识啊，具体到每一个步骤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首先我们得强调这个手卫生啊，手卫生正确的洗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措施之一。它对于消化道疾病、腹泻或者是我们这种呼吸道感染，它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那么很多国家啊，包括 WHO， 那么包括美国的 CDC 都是推荐用肥皂，并且一定强调是流动的水来洗手啊，流动的水来洗手。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可能也许他不太容易获得流动的水，他用一盆水来洗，这样的洗是没有作用的啊，这样的洗是没有作用的，一定是流动的水来洗手。那么洗手的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呢，就有7步洗手法啊，7步洗手法。那么一定要遵循这样一个洗手的这7步呢，把每一步都做到位了，才能说你这个手洗干净了啊，不是随便的揉几下呀，抹点消毒液啊等等，就认为你这个手是洗干净了。怎么样叫7步洗手法呢？那实际上它每一步呢，针对这个图大家可能会理解的更好一点啊。首先我们说内外夹弓大力腕，内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看一下，内就是掌心对掌心啊，这样进行揉搓啊，这就是内。那么外呢，就是手指交叉啊，掌心对手背进行一个揉搓。第3个是夹，夹就是手指交叉啊，掌心对掌心进行一个揉搓啊，这是第3步。第4步就是双手互相握起来，形成一个弓字啊，弓箭一样的，那么相互揉搓。这个揉搓主要是我们的手的背面。第5个是主要是清洗我们的大拇指，所以我们叫清洗我们的大拇指。第6个呢是把我们的指尖在掌心进行一个揉搓，因为我们指尖，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留指甲呀，所以他这个地方上是很容易集聚这种细菌和病原微生物的。那么第7个就是洗我们的手腕啊，手腕。所以内外夹弓
大力丸这样7步保证之后，你才能说你这个手是洗干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7步啊，这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这是必考的。如果院感的老师看到你这个手的7步洗手法你都不能保证的话，我们是要挨批评的啊，我们是要挨批评的。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来洗手呢？就刚前面所讲的这些环节。事实上，广泛来讲，任何时候你觉得你的手不干净的时候，你都应该洗手啊，都应该洗手。比如说你在传递文件之后，或者说你在吃饭之前，或者你在上洗手间之后，任何时候你觉得手不太干净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去洗手啊，都必须要去洗手。还有一个我特别提出来的是，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想洗，我就戴手套吧，手套反正把一切都阻挡在外了，是不是我脱下手套我就可以不洗手了？不对啊，不对，戴手套是不等于洗手的啊。戴手套并不是说100%的你的手是干净的啊，这一点很重要，是不等于洗手的，必须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7步法进行一个彻底的清洗。第3个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口罩啊，口罩。当然我知道口罩现在也是一个焦点，也是一个热点。那么不同的国家它可能有相对来说受文化或者等等这些区别，那么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当然是根据您所在的区域对于口罩的推荐来进行一个佩戴，或者是进行一个选择。我们这里只是讲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传递的知识是哪些口罩我们认为对于这个冠状病毒，对于防止这种飞沫的传播是有效的口罩。我们认为是有效的口罩是哪2种呢？第一个是我们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第2个就是我们医用的 N95 口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平时用的这些棉布的口罩或者是海绵的口罩，它没有办法阻挡飞沫，所以它是不可以，或者说它是不可以拿来防止这个飞沫传播的。那因此说，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和 N95 口罩才被认为是可以阻挡这个冠状病毒传播的啊。如果说你面对的是这种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的话，那么你想阻挡这个病毒的传播的话，那么这2种口罩是认为是有效的，并且呢强调一个时间4个小时啊，顶多4个小时，4个小时以上认为这种保护就不存在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呼吸的会有水分呐，那么你会把这个里面的防湿的这一层逐步的，因为4个小时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阻挡这个飞沫了。第2个是呢，怎么样来佩戴啊？怎么样来佩戴？这也是很多人很苦恼的问题，拿到口罩不知道哪个是朝外的，我们叫正面，哪个是朝里的叫反面。实际上全世界无论你的口罩是什么颜色，它一定是一面是深的，一面是浅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永远是浅的是朝着自己，深的是朝外边。所以我们有很多什么粉的、黄的啊，这种5颜6色的口罩，一定是深的是正面，正面是朝外的，浅的是朝里面的，所以这个不要戴反了。第2个是呢，戴口罩之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我刚才也讲过，这个 OK 的，没问题，大家都能够做到。第3个是呢，把口罩戴了之后呢，一定要把中间的这个金属条，把它要压在鼻梁的2侧啊，使口罩的上端要紧贴鼻梁，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并且一定要覆盖住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啊。所以你也能在网上看到各种奇葩的戴口罩的这种佩戴的方式，有很多是不对的。在家里面啊，我们就前面说了，一个是洗手，一个是戴口罩，注意哪些细节。第3部分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居家的一些防护的知识。在家里我怎么样来预防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首先第一个当然增强我们的卫生的健康的意识啊，适当的运动，保证睡眠。第2个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有这种咳嗽的症状啊，不见得说有咳的就一定是新冠，但一定要注意，在你有咳嗽，特别是在公共区域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咳嗽的礼节啊，或者我们叫咳嗽的礼仪啊。这里有一个图示给大家，一定是用自己的肘关节或者是用纸来掩住口鼻啊，并且呢，在你自己哪怕是咳嗽打喷嚏之后，都要注意洗手啊，因为你的手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沾上你的飞沫啊，沾上你自己的飞沫。如果你不洗手的话，那么你这个手再去接触很多东西的话，那就传播出去了。第3个当然是通风啊。第4个是，如果你发现周围的人已经有些呼吸道症状了，那么你肯定要尽可能避免这种密切的接触啊。第5个，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还是那句话，人多的地方，空间密集的那个密闭的地方，肯定是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高风险的。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必须要去的话，就佩戴口罩啊，佩戴口罩。当然现在也是那个野生动物和这种家禽等等的，因为病毒有可能来源于这些，所以这避免接触啊，避免接触。主要的就是这些了。那么前往公共场所的话，我们怎样来预防呢？还是那句话，第一，不要到这种野生动物
的聚集的地方去。第二，如果是工作的场所的话，要注意通风换气要注意通风换气。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没办法进行通风换气的话，那就是佩戴口罩佩戴口罩。第三个，非常强调这个咳嗽的礼仪你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你自己的肘或者是用纸巾等等，这样把鼻完全遮住并且要强调洗手避免聚会避免各种类型的聚会，减少人群的聚集。总而言之，那有的时候可能一些轻症的这种发热的病例，那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就居家隔离吧。那么你居家隔离是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居家隔离就是把病人安置在什么单人单间强调单人单间，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并且可能的情况下，你的洗手间、你的洗浴的地方都是要跟其他人隔开的，这才叫真正的居家隔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比较好了。当然不要探视限制康复的人士不要探视不要探视，如果有问题随时联系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四方面呢，想跟大家简要的来讲一下这个冠状病毒相关的一些知识。一个是什么是我们说现在叫新型冠状病毒，实际上是比较早的说法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定义为2019冠状病毒病，就是 COVID-19 这样一个命名因为我们如果叫新型，那如果过2年再出来一个冠状病毒，是不是还叫新型呢？这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所以世卫组织把它更名了。那更名呢，最新的更名就是这个 SARS 冠状病毒2SARS 冠状病毒2，这是最新的关于这个病毒的命名。那么这个病的命名呢，就是 COVID-19 就是2019冠状病毒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肺炎有的人是没有肺炎的表现的。第二个就是哪些人他会容易感染这个冠状病毒呢？那前面我有说过，像人群是普遍易感的人群是普遍易感的，但是相对而言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那么它有可能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它也跟你接触的这个病毒的载量有一定的关系有的人他可能排毒这个病毒的载量很高，那么他排毒可能很大，那么一旦接触，有可能你会感染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免疫功能比较差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有基础疾病或者是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倾向于可能感染之后会倾向于发生为重症这是要留意的要注意的一方面。但是还是来讲，从整个人群来讲，绝大部分人都还是轻症80%的人群都是轻症。重症和危重症呢是极少数的，并且重症和危重症它是有危险因素的。危险因素就是年龄、抵抗力低下、合并基础疾病。那么在基础疾病里面呢，现在比较明确的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这种人他可能发生这种重症的几率要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三个就是想跟大家强调的，冠状病毒究竟会不会人传人？这已经非常明确了我特别把这个会字标红，并且也增大了，就是想提醒大家它是会人传人的。既然你已经知道它可以人传人，那就你应该知道怎么样保护你自己怎么样保护你自己，减少人口的聚集，减少到这种空气密闭的环境中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传人嘛，人少的地方肯定传染性就没那么高了，人多的地方那肯定这个风险就是增加的，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强调的。那么传播途径呢？传播途径有哪些呢？大家可能看文献或者看网上的这种报道会有很多其他的非常规的或者少见的传播途径。很明确的，呼吸道病毒嘛，飞沫传播是绝对的绝对的，飞沫传播这是为什么要保证1米的距离，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但事实上，如果这个病人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过程中，这个飞沫传播的几率绝对不止1米绝对不止1米。所以一定要强调，你在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你要掩住自己的口鼻避免你的这个在这样一个咳嗽和打喷嚏的过程中，你的飞沫会传得很远这样造成他人的感染。那么密切的接触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密切的接触它来源于哪里呢？就是手的传播你想，就是手的传播，就是你的手你可能比方说我自己是个病人，我不知道，或者我不知道，或者我没有在意，那么我咳嗽我打喷嚏等等这些，我的手上有飞沫，而我的手去接触这些电脑接触桌面那我的家人可能也来接触电脑接触桌面那么它就传染了。所以这是一个密切接触传播。那么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那么有可能气溶胶的传播，这个我觉得发生可能性有吗？有，但是不太多见大家要注意的要留意的就是一个是飞沫传播，一个是密切接触传播。飞沫传播靠什么阻挡？靠口罩。密切传播靠什么阻挡？靠手卫生
所以手卫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关键的。那么粪便和小便呢，现在有一些报道啊，有一些报道可能会造成这种传播啊，但是相对而言，主流的还是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什么是飞沫传播呢？就是我前面反复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咳嗽、打喷嚏或者是正常的这种说话，实际上都是有飞沫产生的啊，飞沫产生的。当然，在咳嗽和喷嚏的时候，因为这个力度的关系，这个飞沫会飞得更远。当然，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特别是我是呼吸科的大夫，那么我跟病人做一些操作的时候，那个风险跟你平时的暴露量是显然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做这种风险性操作的时候，我们是佩戴有头罩的，就我们是在保护措施下去做这些风险性操作的，跟大家在生活中又是不太一样的。那什么是接触传播呢？刚才上也跟大家说了啊，病原体通过黏膜呀、皮肤啊等等这些直接接触的传播啊，直接接触的传播。所以手卫生很重要。那什么是密切接触者呢？大家经常会看到啊，他是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就是你在2周之内跟确诊的病人或者是疑似的病人有过接触啊，有过接触，包括什么呢？你办公室的同事、你的同学、同一个寝室的、同一个教室的，或者说你同一班航班的等等这些的啊，等等这些，包括你还有一个电梯啊、出租车啊等等这些。所以一旦有感染之后，或者是你自己感染，或者是你听闻到跟你这些共同处于某一个空间的人有感染，你就要去回忆一下自己算不算这个密切接触者。第二个，密切接触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么就是跟疑似感染病人可能有接触的人啊，都有需要一个2周的健康观察期，我们叫14天的健康观察期。那从哪天算起呢？从最后一天算起啊，从这个月算起。我就是刚刚结束了14天的健康观察期，因为我从隔离病房出来到今天正好满14天，所以我今天赶出来，不然我今天也不敢出来啊。那么在2周之内，如果有任何症状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去就医。再讲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它到底有哪些临床表现？我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应该去小心的去甄别它啊，或者说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首先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还是发热啊，我们很强调发热这样一个症状。我这里有一个体温表给大家，37度3以上称其为发热啊，称其为发热。老百姓可能说发烧啊，是一个意思。当然除了发热之外呢，还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有咳嗽啊，还有一个无力啊，乏力，就是没有力气啊，没有力气。当然重症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气促啊，呼吸不舒服啊，某些病人可能会合并这种胃肠道的腹泻啊等等这些的。典型的最显著的症状仍然是发烧，所以体温的监测非常重要。你看所有的公共区域它监测的都是体温啊，因为体温是很容易被识别的一个症状。那么大家在感受到自己有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要注意的。5个跟大家简要讲一下，就是我发现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有发热，或者说有乏力，或者说有咳嗽以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医生？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医生？或者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去看医生？这里就讲的是什么时候。第一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第二就是你有这个疫情的这个地区的这种旅游啊，或者居住的这种病史啊，或者说你跟这种确诊的病人或者疑似的病人正好在2周之内有过这种接触啊，或者是你所在的区域有一个群聚性的这种发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去询问医生，你当地的我有没有可能被感染。那么你去看病的时候，你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第一个，如果是出现了症状，肯定是根据你所在国家指定的医院或者是发热门诊去就诊。第二个，去医院的路上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第三个是避免这个时候，因为公共交通嘛，还是那句话，人多的地方传染风险就高，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是有自驾车或者是有专门的救护车来把你带到医院去。如果可以的话，路上建议要通风啊。第4个就是还是距离很重要，1米以上的距离。第5个就是呢什么呢？这个消毒啊，消毒。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诚实的跟你的医生详细的叙述你的患病的这种情况和等等这些用药啊等等这些的，这对医生判断病情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所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了一下今天做好这个冠状病毒病的这些防护，落到最重要的还是这4个方面啊，4个小节：戴口罩、勤洗手、居家多通风，那么减少外出。好的，谢谢大家，看大家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好，这边特别感谢周教授的分享啊，十分详细。那下面呢，我们进入一个关于防疫问题的问答环节。那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在收集的众多问题中，
集中了几个大家最关注的。那问题一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轻症跟重症患者是如何区分呢？希望周教授这个解答。好，谢谢。那我简单说一下啊，轻症和重症患者如何区分？因为这一次的冠状病毒呢，它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还是肺部的感染，就是很多人他表现出来肺部的感染，就肺部的炎症。那因此，既然是肺炎，所以轻症和重症一个最重要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呼吸困难不困难？呼吸困难不困难？有没有气促啊？有没有胸闷啊？有没有呼吸困难越来越显著啊？因为你在家里可能不太可能去测血氧饱和度，这个只有到医院才能监测这种指标。从家里从症状来说的，就是胸闷、呼吸困难、气促，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症状。当然，如果说你有 CT 的影像学，那是我们医生来判断的。如果他的影像学急剧的进展呢，或者说他出现血氧饱和度的下降啊，等等这些的，我们就会判断这个病人是重症的。从患者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关注自己的呼吸的状况。如果呼吸的状况持续不改善，并且越来越重的时候，你要想到自己可能是一个重症的病人，应该这样来说。好的，好吗？好的，那我们这边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呢，瑞士轻症患者在确诊后，现阶段还是仅采取居家隔离的措施嘛，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居家隔离期间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那如何避免传染给就是在一起居住的他人呢？好的，居家隔离呢有几个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前面有讲到了，如果你已经是疑似的病人，或者说你甚至是确诊的病人，那么你居家隔离，第一一定要单人单间你首先要隔离嘛，就你一定要把自己隔离起来，单人单间，最好是卫生间和洗浴的这些空间呢，也是你单独的，不跟其他人共用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佩戴口罩佩戴口罩。为什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佩戴口罩呢？佩戴口罩是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保护你自己，事实上是保护你自己，因为你已经有病毒感染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呼吸道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有可能你会再进一步的激发细菌感染等等这些的，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也非常重要保护他人保护他人，因为我们前面不停的讲飞沫传播，你已经是疑似的病人或者是确诊的病人，那口罩的佩戴实际上是有2层含义的，并且2层含义都非常重要。第三个，居家隔离的时候要关注自我的症状，就前面讲的，如果我发热如果我居家隔离了，我体温始终每天都是高热持续不下降，那么我用了一点解热镇痛药，就退烧的药，吃了之后呢，过一会儿体温又烧起来了，持续的3-5天还是这样持续高热的话，这是不好的一个表现，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第二个，非常关注自己的胸闷呼吸困难不困难那如果说我躺在床上还 OK， 我稍微做一下家务，我都觉得明显的喘不过来气儿这也是说明你肺上的这个肺功能的有一定的损伤，造成了你这个呼吸困难，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躯体方面的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或者其他的乏力越来越严重持续不缓解等等这些的，那就是也是要及时的跟医生取得联系。所以居家隔离呢，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保护他人，还有非常重要的要关注自己的症状的是减轻还是加重，这个很重要。好嘞，谢谢周教授。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在瑞士其实有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不能戴口罩，基于很多其他的就是各个方面的原因那在这情况下是咱们如何能保护自己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我们可以听一下您的建议？好的。实际上口罩我说过，因为文化的关系，因为这个地域的关系，可能不同的国家对它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或者说要求等等这些的。那么事实上，从呼吸道的传染病，如果我们从专家的角度来讲，飞沫传播固然是它传播的一个途径，但是您想就算是现在的瑞士确诊的病人也没多少个，换句话讲，你真正意义上接触这种确诊病人的几率并不是非常高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接触这种病人，那么你的飞沫这个传播就不存在，你必须有病人的时候我们才谈飞沫传播。那还有一个事实上是很重要是什么？就是手传播我们就可以称其我们就要接触传播，实际上就是手传播手传播，手的这种传播的范围是可以无限的扩大的你接触了公共的区域的，比方说这个电脑的键盘，
这个公共的电话的这个听筒这些的。那么你洗手间、你公共区域就餐等等这些所有你双手覆盖的面积，如果我是一个疑似病人或者我是一个确诊的病人，我不太注意洗手的话 ，OK， 你这个范围，你想它的传播的距离有多远，或者说有多广？那换言之，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为了避免我可能会被污染的话，那洗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事实上，虽然说是呼吸道传染病，但是洗手的重要性是大超过口罩佩戴的。这是第一条，就是手卫生。手卫生上是凌驾于口罩之上的口罩之上的。这是第一条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这也是科学的做法。就是为什么 WHO 这么强调手卫生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手的传播它的空间是大超过这个飞沫的。这个飞沫撑死了，你说1米、2米、3米，我总能把它隔断吧？它不可能飞得无限远，所以它是一个有限的传播。而手的传播是无形的，它可以扩展到很大的范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怎么样呢？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不到这种空间密闭的地方去，这也非常重要因为人越多，空间越密闭，如果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那你肯定这样一个暴露量就很大了。所以少去，尽量不要去，减少人群的这种聚集。如果一定要去的话，那你就得保护好自己你要戴口罩。那么你回到家，你要遵循我们刚开篇所讲的，你要洗手你的衣物你的物品都要处理等等这些的，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条，你所在的居家或者是你所在上班或者你上学的地方要通风，因为通风对呼吸道的病毒也好，细菌也比方说结合，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防止的办法。空气流通就可以很快把可能的病毒或者可能的细菌吹散掉、稀释掉，那么这个人群你就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通风是很关键的。我觉得如果做到这3条的话，即使是你不戴口罩还有一条我刚才讲漏了，1米的距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跟人接触的话，一定要至少在1米以上。如果2人都没有口罩，这个1米可能都不够1米可能都不够，这个需要更多的距离。那与人保证距离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跟人接触，对吧？如果说能够避免的情况下，避免跟人接触，避免人口聚集。如果一定要接触，要么戴口罩，不能戴口罩保证距离。我想能够做到这些的话，应该就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很好的防护的，并且是好吗？好的，谢谢，特别感谢周教授今天的分享。那么由于时间原因，我们这个防疫这个专题就到此结束了。那再次感谢周教授。